男人只是旁听了一起谋杀案，立马就呼吸困难，心跳加速，不仅在法院里狂吐不止，回家后更是神情恍惚。但这可不是因为嫌犯的手段过于残忍，恰恰相反，直觉告诉男人，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1年前案发当天，嫌犯和女友在酒吧喝酒，两人发生了争执，最终不欢而散。而坎普当时恰好也在那里，可就在他回家的路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撞车后，坎普连忙下车查看，然而奇怪的是，周围竟然什么都没有。他猜测刚刚或许是撞了头路，只好自认倒霉驾车离去。可他不知道的是，次日清晨，一名登山者就在事发地附近发现了一具新鲜的女尸。经过法医鉴定，女人的死亡时间被锁定在前一天晚上，死因则是颅骨遭到重创，因此刚跟她大吵一架的男友自然就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时间拉回现实，当坎普在法庭上听完案件经过，立马就意识到自己当天撞上的恐怕根本就不是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熬到庭审结束，随后急忙找到做律师的朋友。等到讲完整个故事，坎普终于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现在自首，有没有可能从轻发落？然而律师的回答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对于坎普这种有过酒驾前科的人来说，一旦被牵扯进去，那就是30年打底，花生米封顶。想到自己还未出生的宝宝，男人彻底打消了投案自首的念头。第二天开庭后，嫌疑人麦克终于迎来了自我辩护的机会。他口中的版本和警方调查的基本一致。当晚离开酒吧后，两人仍没有停止争吵。一开始他还跟在女友身后，但眼看对方没有认错的态度，他就直接丢下女友，开车回家了。时至今日，麦克仍对当天的选择无比后悔。如果他能低个头，也许女友就不会遇害身亡了。男人发自内心的悔悟，着实打动了陪审团。然而一位关键证人的出场，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因为这个老头声称，当时他恰好就在案发现场。There he was. Got back in his car and drove off. 坎普闻言顿时生出一身冷汗，对方看到的分明就是自己。而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当检察官询问老头当晚的那个人没在现场时，对方竟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坎普本以为这下完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老头说的根本不是自己，而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麦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词都对嫌疑人不利，除了坎普以外，恐怕没人会相信麦克是清白的。而事情的发展也果然如此。在陪审团投票环节，12名陪审员中有11人认为麦克杀了女友，唯独知道真相的坎普始终还在纠结。虽然已经打消了自首的念头，但他也不想害得麦克下半辈子都在监狱度过。思虑再三，坎普终于想到一个能够说服众人的切入点，也就是那个声称看到了凶手的老头。由于当时是午夜，并且还下着倾盆大雨，而他又那么大年龄了，所以很可能并未看清对方的长相。针对这个观点，绝大部分陪审员都不认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根据现有证据做出判断，根本不需要辨别证词的真伪。然而坐在对面的秃顶大叔却非常欣赏坎普的判断。作为一名退休警探，他很清楚警方取证时的猫腻，为了尽快结案，他们只会提供一名嫌疑人的照片。供目击者指认，在这种情况下，99%的证人都会说是。而此时又有人提出，警方在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凶手的作案工具，所以女人未必是死于钝器重击，也有可能是被车撞死的。此言一出，顿时惊得坎普打翻了水杯，但这个推论却获得了秃顶大叔的高度认可。等到讨论结束，他立马动用体制内的关系，悄悄调查起案发后小镇上所有的修车记录，随后更是驱车来到现场亲自查看。但等到调查结束，他却奇怪地发现，坎普似乎一直都在跟踪自己。时间来到周一，大叔在陪审团讨论前找到坎普，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男人自然不会告诉对方，他是怕大叔找到真相，于是便搪塞道，陪审员按规定是不能查案的。怎料大叔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还掏出一沓刚刚整理好的资料，这是他利用关系搞到的修车记录。经过周末2天的努力，他已经成功筛选出15条符合肇事逃逸的车辆信息，而这其中恰好就有一辆跟坎普同款的丰田。I mean, that's the exact same car as yours, right? I mean, if that is your car, we can just cross it off the list. 坎普差点就被吓尿了，连忙询问对方接下来的打算。大叔表示他有预感，嫌疑犯肯定就藏在这堆清单里，他请坎普帮忙一起调查，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面前的小伙就是那个肇事逃逸的杀人犯。坎普知道如果放任对方调查下去，自己很快就会露馅，于是他立马假装没拿住清单，故意引起法警的注意。而这招果然也收到了奇效，法官将两人传唤到跟前，并质问他们知不知道陪审团成员禁止私自调查案件。但鉴于大叔的行为还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法官只是剥夺了他陪审员的资格，并未做出其他处罚。而坎普也只是受到了一次口头警告。离开法院前，大叔找到检察官金姐，他告诉对方检方的调查方向是错的，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麦克就是凶手，
根本没有调查过其他可能性。金姐反驳说嫌犯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大叔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他却指出这根本证明不了他就是杀害女友的凶手。聊到这里，金姐不再做出回应，可她内心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动摇。而另一边，由于大叔的离开，法庭为陪审团补充了一名新的成员。在第2轮的讨论中，一名医学生根据肇事逃逸的假设，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按照法庭提供的死亡报告来看，死者的锁骨断得非常平整，这种伤势大概率是车祸造成的，但资料里并没有提到麦克有修车的记录，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凶手应该另有其人。此时有人提出异议，目击者的证词又该如何解释？而一名画家小哥则对此做出了解答。根据目击者和案发地之间的距离推断，他很有可能认错了人。由于众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于是他们进行了第2轮投票，但这次的结果却从刚开始的一边倒变成了6比6平。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让讨论再次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检察官金姐终于还是采纳了大叔的建议，他整理了一遍修车名单，随后开始挨家挨户的拜访。期间他还找到凶案的目击者，询问对方是否确定当晚看到的就是嫌犯本人。怎料老头的回答果然跟大叔猜的一样，警方真的只给了他一张照片，而他也真的顺着警方的思路指认了所谓的嫌疑人，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金姐连忙起身告辞，而她接下来要拜访的目标恰好就是本案的真凶坎普。在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女主人立马将金姐让进屋里。落座之后，金姐直接开门见山，她问艾丽的车是否在去年10月份发生过交通事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又追问起事故原因和事发地点，直到确认事故不是发生在采石场，这才笑着起身离去。虽然艾丽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隐隐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等到丈夫回家后，她立马询问对方，去年真的是在湖边撞了野鹿，而不是抄近路走的采石场，对吗？然而男人的沉默却让艾丽的心脏猛地揪了起来。Rowdy's Hideaway? 丈夫的表情已然说明了一切。艾丽问他有没有喝酒，坎普坚定地表示，虽然点了一杯，但他绝对没喝一口。那天本该是2人宝宝的预产期，而坎普由于接受不了孩子的突然离世，这才去了酒吧。得知真相以后，妻子有些心疼，更有些不知所措，但丈夫却告诉她，一切都过去了，他会处理好所有的麻烦。次日清晨，庭审再次开启。鉴于本案疑点过多，陪审团的意见又无法统一，因此团长向法官提出申请，想要去案发现场看一看。在被告律师和检察官都不反对的情况下，法官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天下午，陪审团就被带到了案发现场，但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1年，他们真的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趁着无人注意，老黑走到坎普身边，他一把拉住对方，并劝他不要再试图拯救那个人渣了。就算凶手另有其人，女人也是被他扔在这里才丢掉了性命。坎普闻言有些动摇，昨天检察官的到访就让他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此刻在被老黑一顿劝说，本就自顾不暇的他终于狠下心来，不再考虑麦克的死活。第2天的庭审上，陪审团做出了一致的选择，他们裁定嫌犯的谋杀罪名成立，而法庭也将择日宣布最终的审判结果。2周后，妻子为坎普诞下了一名女婴，可男人的心思却始终放在那场还未宣判的案子上面。每当街边有警车开过，他都会提心吊胆，生怕对方会停在自家门口。很快，嫌疑人麦克终于迎来了最终审判，法官宣布被告故意谋杀罪成立，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听到这个结果，金姐如释重负，她正准备安慰死者家属，却发现旁听席上的坎普竟然满眼悲伤地望着被告。忽然间，他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立马打开手机搜索对方的社交账号，结果果然跟他猜的一模一样。可当他再次转身，却发现对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法院门口，金姐终于找到了情绪低落的坎普，简单寒暄了几句后，她旁敲侧击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Sometimes you try and do the right thing only to realize you got it all wrong. You realize the guy you're after isn't some psycho. But if it was an accident, It's just no accident. it's possible to prove either way. You know, just like you're not realizing at the time that he hit someone with his cards. 金姐接着质问，那么公道究竟是什么？怎料对方根本不去正面回答，反而告诉他，有时候真相并不是公道。如果继续追查下去，金姐刚刚拿到的首席检察官席位很可能会被政敌取代，某个人渣将会回归社会，而另一个好人的家庭则会毁于一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公道吗？说完，坎普就直接离开了这里，独留金姐一人坐在正义女神像面前，陷入了沉思。从法院离开后，坎普来到死者的墓碑前，他为之前的意外表达了深深的忏悔。随后他卖掉那辆撞过人的丰田，准备拥抱崭新的生活。可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时候，意外却再次找了过来。好电影百看不厌，我是亨利，我们下期再见。